连只鸟都照顾不好，本宫养你们这群废物做什么？这只鸟是皇兄送给我的礼物，他若是死了，你们通通给我陪葬！公主饶命！奴婢们用尽了法子，上等粟米、火虫、青虾，她都不吃。殿下，殿下息怒，奴婢或可一试。哦，你叫什么名字？奴婢蓝秋。好，你若是治好了他，本宫有重赏；若是治不好他，你这双手就别要了。是。你会驯兽？谁教你的？是奴婢的阿爹。我不叫蓝秋，我叫阿南。16岁我生辰那时，阿爹奉命进宫表演兽戏。楠楠，都怪爹没啥大本事，把你领回来也没让你过上富贵的日子，就连这16岁的生辰，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阿爹，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如果没有阿爹，我可能现在还是个没有名字、没有人生的兽孩。是阿爹给了我新生，有阿爹在，就是最好的礼物。傻丫头，爹今天进宫去给永安公主表演兽戏，听说赏银丰厚。等爹得了钱，爹给你车几身新布做衣裳，再给你攒点嫁妆。阿爹，进宫会不会有危险啊？放心吧，爹驯虎10几年了，熟得很。等爹回来，给你带东街口那家最好吃的桂花糖。那阿爹，我跟你一起去。我想在我生辰这天看到阿爹最威风的样子。好，那就让楠楠看看爹的本事。公主殿下，公主殿下，猛兽畏火惧红，还请您暂摘香囊，以免惊兽冲撞。谢殿下。好！长公主，不可！不可！危险！别过去！好，精彩，这才叫兽戏呢。皇兄送我的礼物，他算什么东西，也配叫我摘下来？公主殿下，那只驯兽人的尸身，豁出去喂狗。从今日起，你调到本宫身边，专门照料我府中的珍禽异兽。谢殿下。永安公主，你不是爱看兽戏？好，
我陪你慢慢演，看最后谁才是人中兽。今天怎么连最爱的肉都不吃了？哎，楠楠，你记住，这个雕啊，最怕的就是麝香。若是往后你发现它无故躁动，这就说明附近定有此物。阿爹懂得真多，懂得多才好护着你。麝香，这院里怎么会有？东芝，东西都浸透了。殿下放心，落脚镯禁足麝香，奴婢日日为皇后按摩，香气必入肌里。好，此事若办成了，本宫不会亏待你。苏文云那个贱人也配有孕？本宫要他去死！奴婢明白。皇后不孕，原是这般。吃永安，你自己递来的刀，我会好好利用。爹，你教我识兽性，如今我已兽道还治其人。蓝秋姐姐回来啦。坐。姐姐得了公主青睐，日后可要照应我们呀。一定。姐姐，有句话您切记，永勿沾凤仪宫的事。为何？皇上与公主情深，拖了多年才立后，可皇后一怀孕，公主便用死谋吓皇后，皇后惊吓孩子没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怀上。3日之后就是祈福宴了，按惯例，后宫所有女眷都要前往凤仪宫，为皇后娘娘祈福子嗣。到时公主又要闹脾气，不去了。祈福宴，这刀该见血了。要走到那一步，我须得成为永安身边最近的那把刀。苏文玉那个贱人，皇兄已经3日没来看我了。进宫前就听说，永安公主最爱拿银针去，下人惨叫越惨，她笑得越欢。今日正好，殿下息怒，若心中有气，不如撒在奴婢身上。主动求法，你倒是有点意思。拿银针过来。你说扎在哪里，声音最好听？够硬气！你当真不痛？奴婢天生没有痛觉。无趣，真是狂女头，滚一边去！你上次给皇兄奉茶时搔首弄姿，绑起来。还是听惨叫有意思。叫吧，你越爱听惨叫，我这块木头才越安全。虽然无趣，但忠心可嘉。你们都退下去，蓝秋留下，给本宫梳头。蓝秋，你说本宫美吗？殿下风华绝代，是奴婢见过最美的人。那你说皇兄为何还会被那个贱人勾走了魂？奴婢有办法。
可以让皇上过来。什么办法？你快说。若公主府上空突然出现百年难遇的祥瑞吉兆，皇上会不会被引来看个究竟？皇后，朕登基6年，却还膝下无子，大臣们日日追问，朕，无言以对。是臣妾无能。皇后，朕并非怪你，只是这祖宗基业，总不能……皇上，子嗣之事靠缘分，急不得。倒是永安妹妹年岁渐长，皇上是否该为妹妹考虑终身大事了？永安儿，你年纪渐长，该择驸马了。我不嫁！皇兄，你为何要赶我走？永安，朕是为了你好，这公主终究是要嫁人的。皇兄，嫁了人就要守驸马家的那些破规矩，永安就再也不能随心所欲。我是长公主，生来就是享受荣华的。皇兄若剥夺这一切，永安宁愿死。好，不嫁。永安这孩子呀，朕之前跟他提过一次，他便以死相逼。她是朕唯一的妹妹，朕不忍啊。可是这般下去，于理不合，臣妾恐怕这流言蜚语会伤及皇上和公主清誉。哎呀，此事容后在意了。皇上，你看天上那是何祥瑞啊？九鸟成圆，白环映月，这是百鸟朝凤，九转成祥啊！这古籍有载，这气象主天赐福泽，游历皇家子嗣啊！这祥瑞现于何处？速查！哎呦，皇上，祥瑞中心正是永安公主府上空啊！快，摆驾公主府，朕要亲自去谢这吉兆，更要为朕的子嗣祈福。这是祥瑞之兆啊！皇上驾到！皇上吉祥！皇兄，您来了。苍天庇佑，此等祥瑞，必是上天垂怜朕子嗣单薄，求上天赐朕灵儿，佑我江山后继有人，血脉绵延。皇子，说他出生，皇兄的宠爱，长公主的尊荣，便都要拱手让人了。不，我绝不允许。永安，朕的好妹妹，你果然是朕的福星啊！祥瑞降于你府，这是上天预示着福泽，始于你我兄妹，朕心甚慰，朕心甚慰啊！哈哈哈哈哈哈！只要皇兄高兴，永安就高兴。好，等朕忙完政务，今晚就送你府中，多沾沾这祥瑞的福气。你做得很好，是殿下洪福齐天。从今日起，公主府一切大小事宜皆由蓝秋掌管。你就是本宫最信任的长侍。谢殿下恩典。阿爹，你看到了吗？我成了他的心腹，握住了他的权柄，我会接近他，取悦他，然后杀了他。起来吧，公主殿下，明日便是祈福宴了。凤仪宫传来旨意，后宫女眷都需前往，为皇后娘娘祈福子嗣。让本宫为一个不会下蛋的贱人祈福，他也配？殿下息怒，奴婢斗胆，倒觉得
是个绝佳的机会。哦，说来听听。殿下若年年称病，皇后反倒落了大度的名声。今年祥瑞将士，殿下福泽正盛，何不亲临？亲临？本宫怕看见他那张故作贤德的脸，忍不住撕烂了他。殿下何须亲自动手？这祈福宴上，茶香礼乐，处处皆是文章。您只需高坐席上，看着那张母仪天下的脸，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点点碎了，岂不比撕了它更有趣？你有把握？奴婢愿为殿下之任，定让皇后娘娘这场祈福宴终身难忘，也让这六宫看看，谁才是这宫中最不能怠慢的主子。好，好，本宫改主意了，这祈福宴，本宫亲自去。蓝秋，本宫倒是要看看你是如何用一把无声的刀，一点一点把那个贱人的心刮得鲜血淋漓。奴婢定不负殿下所望。永安，你已入瓮，好戏该开场。吉时到，为皇后娘娘祈福子嗣，跪！永安公主到。公主进来了。往年不是都称病吗？这怕是来者不善，这下可热闹，祈福宴怕是要变味儿。臣妹来迟，皇兄皇嫂恕罪。这香火烧得可真旺，只盼诚心能达天听，莫要年年空想才好。永安妹妹能来，本宫甚是欣慰。赐座。永安，既然来了，便安静入座。今日是为皇后祈福，心诚则灵。皇兄说的是，臣妹这次前来可是带了12分的诚心呢。蓝秋，去把本宫送给皇后娘娘的心意奉上。奴婢奉公主之命，献上此观音，愿她日日陪在娘娘身边，提醒娘娘何为宫中第一要务。愿她御制冰解，镇一镇娘娘心头躁稳，也好耐心等候天恩。这蓝秋杀人不用刀，诛心啊！他怎敢如此说皇后娘娘？永安公主这把刀磨得可真利。蓝秋，祈福重在心肠，你何须多言？皇后乃六宫之主，岂容你妄加揣测？皇兄息怒，蓝秋就是个实心眼儿的。你这丫头，这话虽实话，却也不看看场合。不过皇后嫂子忠言逆耳，她说这话理儿总没错吧？你是该静静心了。蓝秋姑姑真是有心。公主府的心意，本宫收下。公主殿下亲临，又赠此厚礼，不可怠慢。冬之，奉茶。寿加一响，猎杀开场。公主殿下，请喝茶。公主殿下，且慢。公主殿下，且慢。蓝秋，这又是为何呀？殿下，此茶色泽暗沉，是3年以上的陈茶。冬之姑姑奉茶时手抖气乱，连高冲低针都不会。
凤仪宫用这等货色和手艺招待公主，是宫中无人，还是本就对殿下心存怠慢？他一个奴婢，竟敢当面质问皇后，这是要反了天不成？今日这祈福宴可真是开了眼了，一个宫女都敢骑到中宫头上说话了，公主府的人也太猖狂了吧！皇后娘娘这脸往哪搁呀？冬之，奴婢失职，奴婢该死。蓝秋说的不错，不枉本宫信你。蓝秋，太放肆！眼里还有没有宫规尊卑了？皇兄，是他们怠慢我在先的。蓝秋不过只是说了实话而已。你若罚他，便是觉得永安就活该受这气，那便连我一起罚了吧。罢了，罢了。既如此，奴婢愿为娘娘重新烹茶，也让六宫看看什么是公主府的礼数，什么是真正的规矩。好生利落的手艺，怪不得如此嚣张。娘娘，请。娘娘，奴婢此刻代表的是公主殿下，您不饮此茶，是不愿给公主殿下这个面子。您不饮此茶，是不愿给公主殿下这个面子。这宫女手段厉害。嫂嫂，蓝秋辛苦一番，您就赏个脸吧。大胆！奴婢说话，娘娘恕罪。一个宫女竟敢如此，公主之事竟已至此，往后我们更不敢惹公主半分。娘娘，是奴婢的过错，奴婢这就为您擦拭。娘娘，冬至右手雄鹿脚镯，内侧系满麝香，此乃您多年不孕根源。你身上的香气倒是与往日有些不同。回娘娘，这是奴婢家中传来的一个安神古方，掺在了万油里。奴婢想着，或许能让娘娘睡得更安稳些。有心了。麝香、绝死，难道真是冬之要害本后？蓝秋是永安的人，他为何要告诉我这些？这会不会是永安设下的圈套，让我自乱阵脚？娘娘若不信，可即刻找太医。无论是否圈套，麝香之事必须立刻查证。蓝秋干得漂亮，能为殿下分忧，是奴婢的本分。皇后，你可还好？若实在不适，便先回去歇着吧。谢皇上关怀。臣妾方才被热茶一激，忽而觉得头晕目眩，此刻更觉得殿内似乎有一股异香萦绕不散，引得臣妾阵阵心悸作呕。皇上，可否请太医速来？准，速传太医。你去仔细查一查，这殿内已有物品相契。这是怎么回事？这异香，心悸作呕。苏文云这贱人搞什么鬼？难道不可能？冬之办事一向稳妥，怎么会？皇后怎么会突然？是巧合吗？
该是我。阿爹，您看着，这只是开始。臣参见皇上。速为皇后诊视，好好的查一查，皇后所言的异香源自何处？臣遵旨。皇后娘娘脉象确实有些许浮华躁动，请问娘娘，具体是何种异香感觉？似是从那边传来一阵香气，本宫闻了，便胸闷欲吼。冬芝，你上前来。这位姑姑，请伸出你的手腕。回皇上，此镯内侧浸染之物，确为麝香无疑。此物若女子长期贴身佩戴，则无以绝嗣啊！天哪，麝香！绝嗣的麝香竟藏在冬芝的手镯里，时时陪在皇后身边。冬芝，她可是皇后的贴身宫女啊！怪不得皇后娘娘一直无子，这好很多的心思。贱婢，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用如此恶劣的手段谋害中宫，断皇嗣！皇上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好你个狼心狗肺、吃里扒外的冬芝！皇后嫂嫂平日里待你可不薄，你竟敢谋害国母，盗我皇兄子嗣根基，其心可诛，其罪当灭！皇兄，此等恶奴留着便是祸害，直接拖出去凌迟处死，以正宫规，以儆效尤。来人！慢着，皇上，冬芝是臣妾的宫女，她为何要谋害臣妾？臣妾想亲自问个明白。冬芝，本宫自问待你不薄，信任已重，从未有过半分亏待。你为何要用这麝香绝了本宫的子嗣？说，你究竟是受何人指使？殿下，求你饶了我妹妹祥和，她不懂事。不懂事？她冲撞了本宫车驾，那双眼睛留着也没用啊。不想让她变成瞎子，也不是不行。城西的妓馆刚好缺仙货，你妹妹年纪正合适。不过嘛，你若肯替本宫办件小事，带上她去伺候皇后，让她怀不胜。办成了，你妹妹安然无恙；办砸了，本宫让她生不如死。冬芝，看着本宫。你这手镯究竟从何而来？受谁指使？是奴婢一人所为。贱婢，你为何行此悖逆之事？
御赐的老身就在库里，我娘快死了，他都舍不得。我妹妹的婚事，他一句够归就压了2年，他就是拿捏着我，我恨他，我就是要他永远都生不出孩子。心里瞒着怨，眼里便只能看到恨。这缝隙正好让人插了针。冬至，御赐之物若是私用，只会害你全家获罪。你娘病重当夜，本宫已派人寻得同等的野山尸送了过去。第一步，破其执念。娘娘的话总是能落到该落的地方。你妹妹心仪之人，身负赌债，此人品行不端，本宫拖延时间，是为了护小河周全啊。真相入耳，方知根底全错。冬之心防已裂，只差最后一推。真相竟是这样。冬至啊，你11岁进苏府那年，大雪天里，你的脚上的血破烂不堪，脚趾都冻得发紫，是本宫连夜亲手为你缝制了第1双棉鞋。本宫记得，你当时捧着那双鞋，哭得像个泪人。你说，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暖和的鞋。以情破执，直击软肋，皇后娘娘深谙人心。冬至，本宫待你如何，你心里当真不清楚吗？你我主仆10几年的感情，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娘娘，奴婢对不起，奴婢该死。本宫最后问你一次，你究竟是受何人之使？你若是受人胁迫，立刻说出来，皇上在此，定会为你做主的。说。我错了，这些年我竟一直误会娘娘，我不能再让恶毒的永安公主逍遥法外。殿下，您可要站稳些啊！永安，你亲自磨砺的刀，如今正抵在你的咽喉上，这滋味如何？贱婢，朕再给你一次解释开口的机会，到底是谁指使你谋害皇后？永安公主。棋子落定，好戏该开场了。永安，指使你的人是永安？不可能，朕的妹妹怎么可能是她？天哪，谋害皇嗣，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啊！早看出他跋扈，没想到他性子竟如此歹毒。是啊，真没想到干出这种，真没想到永安公主是这样的人。皇兄明鉴。往日里责任儿事的豺狼，轮到自己被架上砧板时，也会这般手足无措。这个贱婢，她自己心怀怨恨，谋害皇后娘娘。事情败露以后，她便胡乱攀咬，故意诬陷臣妹，臣妹冤枉。皇兄，你要帮臣妹啊！皇上，奴婢敢对天发誓，若有半句虚言，叫奴婢天打雷劈！贱婢，你还敢胡乱攀咬？荒谬，简直是太可笑了！朕的妹妹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诡异伎俩、残害国本之事？果然，血脉亲缘便是最坚固的盾。冬至，你手里这把刀，还缺一把能破甲的利器。冬至，你说受公主殿下指使，可有证据？哎呀，永安公主将奴婢的妹妹小荷关在了公主府的密室里，皇上派人一搜便知。永安，他说的，他是诬陷！皇兄，你不能信！火已点燃，皇后娘娘，该您去添柴了。皇上，
臣妾痛失皇嗣，悲愤无比。皇后，你先起来。皇上，此事若因清远而含糊，国法何在？天下人又该如何看待皇上？史书上又该如何书写今日？臣妾泣血跪请，请皇上彻查公主府。来人，奴才在。彻查公主府。彻查公主府，看来皇后这是彻底撕破脸，日后怕是要不死不休了。公主寝宫，那是何等尊贵之地啊！阿爹，您看见了吗？女儿亲手布的局，引的线，点的火，终于烧到仇人身上。皇兄求子若渴，要是被他查出，就算顾念旧情不杀我，我也会失宠。不，我不能失去皇兄的疼爱，不能！皇兄，你对我的承诺，难道都忘了吗？皇兄，你当真不相信陈妹吗？你还记得登西前夕，你曾拉着陈妹的手说过些什么吗？这一路风雨，幸好有永安相伴，为兄永远记得。哥哥以后做了皇上，还会最疼永安吗？哎，傻丫头，为兄虽富有四海，但最珍重的唯有你。朕答应你，此生定护你周全，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你说过要护陈妹一世周全，不让陈妹受半点委屈。可如今，就因为这个贱婢的几句盘污，你就要将陈妹扒皮拆骨般的查吗？皇上，亲情可贵，但是礼法更重啊！此事若因私情而纵容谋害皇嗣之罪，法度将荡然无存。请皇上以国本为重，法度为重。好，既然皇兄不信，嫂嫂不容，臣妹百口莫辩，不如以死明志。救公主可！苦肉计，对自己倒也狠得下心。皇上眼里的疼惜是真的，这条路眼下是堵死。冬至，你的路到此为止。公主府的那把火，换个方式烧，或许更好。胡闹！你这又是何苦呢？皇兄，臣妹冤枉，宁愿死。来人！宫女冬枝谋害皇后，戕害皇嗣，贪污公主，罪大恶极，活下去，杖毙！皇上，此事尚有疑点。够了！先让太医给公主医治，此事到此结束。今日祈福宴到此结束，皇后受到惊吓，需要好生静养，大家都散了吧。皇兄，你还是舍不得我。什么皇后，什么皇嗣，都比不过你我多年相依的情分。苏文云那个贱人想扳倒我，哼，痴心妄想。瞧瞧，闹成这样，皇上还是舍不得重罚。永安公主在皇上心里，终究是不同。就连谋害皇嗣这样的嫌疑，都能以一状之恩轻轻接过。咱们日后啊，
还是谨言慎行的好。有些事儿沾不得。这皇后的位置，怕是不保了。放肆！本宫还轮不到你们来妄加非议，都退下！娘娘保重凤体，奴婢告退。东芝这步棋废，但让我看明白了，要动永安，外力无用，须得让皇上亲自心生厌弃。皇后娘娘，今夜我们好好筹谋。亥时3刻，西廊月门，本后准时来赴约了。蓝秋，你步步为营，连本宫也算计在内，你到底是何人？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你只是永安府的一个奴婢，与公主有何深仇大恨？永安公主嚣张跋扈，残暴刻毒，折在她手中的冤魂，宫外可填沟壑，宫内可埋枯井。奴婢不过是侥幸从一口枯井里爬出来索命的魂罢了。你要如何索命？皇上可对永安公主护若珍宝，所以外力强攻，徒劳无功。娘娘，您可知驯兽之道的精髓何在？精髓不在于鞭挞使之恐惧，而在于洞察其本性，引导其欲望，让他自己一步步走进你早已设好的笼中。你是说，让他自己去除皇上的逆鳞？这牢笼，你打算如何设？在此之前，娘娘需先调养凤体，稳固根基。此物名为血髓凝香，或可助娘娘一臂之力。这是何物？竟如此精巧！北地千年雪山的灵狐唾液精华，以古法凝炼而成。灵狐性洁，其唾液是疗伤圣品，更是滋养女子胞宫、助孕安胎的奇药。灵狐唾液，此等传说之物，你是如何得来？丹丹，阿爹找到灵狐唾液了，来，你喝了它就会好了啊！是我阿爹所得，为救重病垂危的我，他历尽艰辛。如今我孑然一身，留着无用，愿献于娘娘，愿娘娘早日得偿所愿。传说此等灵狐只生活在雪山之巅，若要取得其唾液，无异于搏命。你阿爹为你寻得此物，当真是九死一生。是，他是天底下最好的阿爹。你献此至宝，只是为了扳倒永安吗？娘娘得皇子，稳坐中宫，便是对永安公主最诛心的惩罚。好，本宫与你结盟。从今日起，你为本宫之暗刃，本宫为你之倚仗，我们各取所需，直至大仇得报。一言为定。皇上，公主气血逆冲，又兼外伤失血，需静心调养，切忌再受刺激。好，知道了，用最好的药，务必让公主早日康复。是皇上。下去吧。臣告退。皇兄，臣妹让您担心了，臣妹只是一时心悸。永安啊，
你是朕唯一的妹妹，何苦如此呢？万事由朕为你做主。臣妹只是怕你一时相信谗言，不再疼永安。哎呀，莫说傻话，你好好养着，朕先去忙政务，晚点再过来看你。看到没，皇兄心里还是向着本宫的。好一副楚楚可怜的面具。殿下，小何死了，又一条无辜的生命。好，干得好，这下死无对证，干干净净。可是这伤，这屈辱却是实实在在的。苏文云那个贱人，把本宫逼上绝境，本宫不得不壮住自残才能破局。南秋，眼下有什么法子？殿下，此刻最忌动手。为何？皇上疑心已生，按下不查，深念旧情。您若再动，便是坐实心虚。皇兄疑我？皇上此刻护的是柔弱的妹妹，若您转眼就去报复，他会想到撞柱究竟是委屈，还是算计？那难道干等？等，就是最好的进攻。您越显伤痛无力，皇上越是怜惜，皇后越是松懈。等他出错，才是您一击必杀之时。好，本宫审。凤仪宫那边给本宫盯紧。是。静养吧，我的公主。你等得越久，皇后怀上龙嗣的机会越大，到那时便是你的丧钟。皇后，朕听太医说，你怀孕了。苍天厚待，列祖列宗显灵了，朕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皇上，是上天垂怜。赏太医院上下重重有赏，朕要大赦天下，为朕的皇儿积福。皇上，臣妾倒是觉得，四邓天赐鸿福，或许与2个月前那场祥瑞有关。你是说永安居所上空呈现的百鸟朝凤，九转成祥？祥瑞降于公主府，定是永安妹妹一片赤诚，感动了上天，这才为皇上招来了皇子。臣妾以为，这个好消息应该第一个让永安妹妹知晓，也让妹妹沾沾喜气。永安公主往日那般的任性，你竟然不念救我，反倒将这天大的功劳归功于她，如此深明大义，真是朕的好皇后，朕心甚慰啊！皇上，不如您亲自前去，将这等好消息告诉妹妹吧。好，朕现在就去，朕要亲口告诉她，她的好皇嫂是何等的贤德。来，先歇着，现在就去。超策定能赶在御驾前。永安，你的福报到了，就在皇帝面前尽情发疯。殿下，中宫传出喜讯，皇后确诊，也怀有龙嗣月余。龙嗣？不可能！那个贱人，他竟然敢用谎话来征召！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配怀上皇兄的孩子？为什么？你告诉本宫为什么？贱人，他被麝香浸染了3年，也被他早该是个被掏空了身子的废物，他怎么可能怀上？
永安，你怎么敢！时辰刚好。永安，这是在做什么？皇兄，臣妹方才做了噩梦，一时失态，惊了圣驾，求皇兄恕罪。他这般模样，难道是因为皇后有孕？噩梦，你这副妒忌恨到发抖的样子，可比噩梦精彩多了。什么噩梦，竟让你崩溃致死？臣妹方才梦见你被恶兽袭击，臣妹心急而无力，这才冲撞了你。噩梦，这般强，朕才得喜讯。啊，你这额伤未愈，情绪不易激动，需要好生静养，赶紧起来。臣妹知道了，只是皇兄突然驾临，可是有什么要紧之事？哈，朕要告诉你一件好消息，皇后有孕，已有月余了。哈哈哈哈。痛吗？这不及我当年万分之一。太好了，皇兄，臣妹养好伤以后，定会前去道喜。他情绪这般不稳，若去，万一惊了胎气。啊，你有心就好。你身子未痊愈，凤仪宫那边你就暂时不用去了。皇兄，您是不是嫌弃永安了？您答应过永远护着永安，只和永安最亲的。如今有了皇嗣，您就不要永安了吗？又说傻话，朕是为了你着想，好生养着啊！苏文云，要不是因为你，皇兄怎会如此待我？殿下息怒，皇后如今双身子，出不得插足。眼下倒有个机会。什么机会？再过半月，便是皇后的生辰宴了。本宫知道，你可是有什么办法？殿下若想道喜，并不能只是贺寿，得让皇上移不开眼。说清楚。穿最好的衣裳，跳最惊艳的舞，要让满殿的人都看清楚，这天底下最美的风景，不是皇后，而是你。最好的衣裳，要皇上赏的，旁人没有的，一眼看去知道是添加荣光的那种。最好的，那就是它了。冰蚕云光锦，皇兄上月才上的，1年就1匹的贡品。皇兄，我跳的霓裳羽衣好看吗？好看，朕的永安是天下最美的舞者。那永安以后只跳给皇兄一个人看。好啊。霓裳羽衣，本宫要在宴会上跳，让皇兄想起从前只有我们2个人的日子。殿下果然好眼光，此锦已非凡品，但若要真正惊艳，还需一物相配。何物？东海前日新贡的一颗流光珠，此珠奇异，置于烛火下，会流转4彩光晕。皇上原是要将其相作国礼，赐予西域使臣的。国礼送给外邦臣子，那群外邦的野蛮，也配用此等好物？殿下，此物毕竟已记档为御赐之物。那又如何？皇兄的东西，本宫还用不得了。现在就去内务府，把那个流光珠给本宫取回来。可内务府若是问起用途，就说本宫要用，他们还敢不给不成？是，奴婢这就去。冰蚕云光锦，东海流光珠。那日宴会上，本宫倒要看看谁能从本宫身上移开眼。窃取国礼以充私事，永安，你这份贺礼，皇上会终身难忘。
皇后，半月后就是你的生辰，又逢你有孕在身，双喜临门，朕要大办。皇上，北境军情吃紧，生辰不宜铺张浪费，省下的银钱就用作军费吧，也算是臣妾替皇上分忧了。还是皇后通情达理，顾全大局呀。皇后娘娘，该喝安胎药了。皇后身子可有不适？只是有些乏了，不打紧。皇上，张太医说药里有凝神药材，娘娘服药后易困倦。那就好。那你好生歇着，万事以皇儿为重。朕晚些再来。好。双喜临门，这戏要唱圆了。永安那边如何了？公主已决意在娘娘寿宴上献舞，舞衣正是贡品冰蚕云光锦，配东海流光珠。她倒是舍得下血本。这料子虽美，却有个忌讳：冰蚕丝遇龙涎香酒熏，会吸出微沫，能诱人咳喘，起红疹。若娘娘在寿宴上进那舞衣时突感不适，届时太医一查便知，两物药性相克，皇上只会看到她未出风头，险些害了本宫与肚中的孩子。娘娘圣明，张太医那边已打点好，会提前为您备药防护，届时诊脉、症状、缘由都会恰到好处。你说，皇上会信他是无心，还是觉得他本就针对本宫这胎？猎物越是张扬，落入陷阱时，才越无可辩驳。哼，本宫便等着看他如何将这身霓裳挑成催命符。今日是皇后的生辰，又逢中宫有喜，双喜临门呐！朕与众卿同贺。贺皇后养千秋，福泽绵长，千岁。来。冰蚕云光锦，1年1匹的贡品。这般装扮过于夺目了，其体夺目，简直是喧宾夺主。皇后为体恤国事，主动都将寿宴从轻，这永安却……轻吧，看吧，她越耀眼，脚下的深渊才越黑暗。臣妹愿嫂嫂福寿安康，早日诞下灵儿，更愿皇兄笑口常开。妹妹有心了。起来吧，你额头上的伤刚好，不必多礼。九凤纹，她竟敢绣在符上。公主愉悦，也不是1次2次了。凤纹乃中宫专属，公主这是何意呀？皇上，请看清楚，您纵容的到底是妹妹，还是一头披着华服、迟早要弑主的猛兽？妹妹这身衣裳真是精美绝伦，这冰蚕云光锦已是难得，这身上的刺绣更是巧夺天工啊！
只是本宫记得这9凤显著的纹样是内廷司为今年冬至的庆天大典为本宫新制的朝服所绘制的图样。啊！岂止是于制啊，就连皇后娘娘尚未上身的祭天礼服纹样都敢抢先用了。僭越至此，闻所未闻，公主府的气怕是连中宫都要压过去了。娘娘容禀，公主乃皇上至亲，天家血脉，凤玉尊贵祥瑞，公主本是天家之凤，于家宴着此衣，既显天家体面，更见兄妹情深，奴婢愚见并无不妥。蓝秋倒是给本宫长脸面，难不成这普天之下，只有中宫才能与凤子沾边？那皇上是真龙，公主与皇上血脉相连，便算不得凤女吗？这蓝秋疯了不成？这等诛心之言也敢说？上次祈福宴不也是他几句话逼得皇后娘娘下不来台？难不成他是认为公主跟皇上才是真龙凤，皇后娘娘倒是外人了？好一张利口！天家之凤他怎么不说？公主想当女皇？荒谬！公主再尊贵也是臣，中宫再谦和也是君，这般颠倒乾坤，置国法公归于何地呀？皇上若再纵容，只怕日后公主府将要凌驾于凤仪宫之上，于理不合，于国不祥啊！蓝秋，放肆！放肆！皇后面前岂容你一个奴婢妄议尊卑，胡言乱语！皇兄，蓝秋不过是言辞直率了一些，难道他说的就全无道理吗？臣妹乃是您的亲妹妹，我们血脉相连，您乃真龙天子，而臣妹连生凤子都担不起吗？永安，今日是皇后的寿宴，您难道忘了登基前夕，您曾对臣妹说过什么了吗？怎么样？皇兄，您穿上龙袍可真威风，不愧是真龙天子。那以后你呢，就做朕的小凤凰。我才不要做小凤凰呢，我要做最大的凤凰，要穿最漂亮的凤袍。好，好，好，等朕登基了，就让内务府给你做凤袍，做最漂亮的那件。可是凤袍只有皇后才能穿，我又不是皇后。哎呀，朕是真龙天子，朕说你能穿，你便能穿。在朕的心中啊，你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记住，朕的江山，朕的偏爱，都会保护你。皇兄。永安啊，皇上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挥霍的越狠，坠的才越深。皇上，臣妾有话要说。皇上，妹妹年轻，爱重华服，一时兴起，只是这9凤纹乃是中宫之旨，关乎礼法。今日宗亲朝臣皆在，若因此惹来非议，反而让妹妹丢了颜面啊！臣妾乃6宫之主，统御嫔妃。今日若对妹妹身上的凤纹熟视无睹，他日如何管束后宫？皇上，非是臣妾不容忍，只是礼不可废啊！以礼法为刀，以退为进。皇后娘娘这一手，既全了体面，又堵死了永安所有退路。皇后所言极是，这凤纹之事，从今日起休要再提。这件衣裳回去以后收起来吧。皇兄，您从前不是这样说的。妹妹，皇上正是顾念从前，才更要教你懂得分寸。今日众目睽睽，你穿此衣，是在故意让皇上为难啊！贱人，张之有怨，便挑唆皇兄厌弃我。永安，你若再执拗，就回府静思。
某兽也有低头舔伤的时候，可惜这身漂亮皮毛很快就要被自己点起的火一寸寸烧光了。皇上的冷漠只是开始。殿下，此时硬碰于事无补，莫忘了您苦练多时的武，待会儿献武皇上见了，定会想起您的好。臣妹知错了，臣妹谨记皇兄教诲。瞧见没，永安公主那眼神，可不像真夫妻。且看着吧，事情还没完。皇兄、皇嫂，臣妹刚才的过失影响了这寿宴的喜庆，臣妹别无他长，唯有一舞，愿献于皇兄与皇嫂，既为皇嫂贺寿，也为弥补过错。难得你有这份心思，准了。以武邀连，永安啊永安，你终究只会这一套，可今日你这套怕是不灵了。这是皇兄，我跳的霓裳羽衣好看吗？好看，朕的永安是天下最美的舞者。那永安以后只跳给皇兄一个人看。霓裳羽衣曲，长公主此舞与中宫寿宴是否过于私密了？哎呀，就是啊。看皇上这样子，倒是很受触动。那可不，永安公主在皇上心里可是宝贝。永安，你以为靠这段舞能重获圣心？舞毕之时，便是你从云端跌落之时。那是什么珠子？好生奇异的光芒，四彩流光，这莫不是流光珠？那是皇上钦定要赐予外邦的国礼，岂能如此儿戏？配于衣上做武器装饰之用，置国体于何地呀？公主殿下已非寻常任性，这是将皇上的恩宠凌驾于国事礼法之上啊！看，多美的舞，多亮的珠子。可惜舞是僭越之舞，珠是愚智之珠。永安，你总是知道如何把最好的东西变成最致命的毒药。永安，腰间所佩可是东海进贡的流光珠。永安，你腰间所佩可是东海进贡的流光珠。皇兄，此珠光华璀璨，刚好配着冰彩云光锦。臣妹想着，朕记得，此珠已命内务府登记在册，准备作为国礼赐予西域使臣。你是如何拿到手的？皇兄，臣妹只是见此珠子好看，想借来一用，给皇嫂的寿宴添彩用的。臣妹不知道这是要赐予外臣的国礼，我现在就派人送回去。内务府的人没跟你说，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过问，只觉得这是朕库里的东西，你就可以随意取来使用吗？皇上，公主殿下今日所为，着奉文华服以示于制，如今更煽动国礼以充私事，全然不顾国体礼法，自封若长，何以安邦国？何以服众臣？求皇上明察！请皇上明察！永安，你平日里任性些，朕都可以容你，可这是国事，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皇兄，臣妹知错了，臣妹只是一心想让皇兄开心，想为皇嫂的寿宴添彩而已。皇兄，你别生我气了。永安，
你今日的任性是过了头了。皇兄，皇兄，您别这样说我，您说过不会怪我的，会一生一世护着我。这还从未罚过永安。炉火已旺，猎物已在架上，只差最后一捧柴，就由女婢来添加了。皇上息怒，都是奴婢的错，奴婢没能劝住殿下。可是殿下他只是想拿最好的东西为娘娘贺寿啊！殿下，你快把它摘下来，给皇上认错吧！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好得很，这就是你所谓的不知者无罪。里外皆于治，人前失国体，你还有何话可说？不是的，皇兄，是篮球这个笨手笨脚。住手！是他！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推诿？永安公主言行失当，着罚俸半年，于府中抄录，供闺女戒百遍，静思己过。兰秋杖30，以儆效尤。皇兄，罚俸抄书，你这是第一次罚我。待下去。天爷，皇上竟然真的罚了，罚俸抄书，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宫里怕是要变天了。是啊，皇上对公主终究是不同的。30丈，换你跌落神坛的第一步，这买卖划算，但是还不够。皇后，你怎么了？皇上，臣妾忽然有些头晕，腹中也感觉不适。皇上，快传太医！皇上，臣妾忽然觉得心闷，身上也奇痒无比。快传太医！回皇上，娘娘此乃敏正之兆，病残司性阴寒，与那龙涎香相克。常人无碍，但娘娘怀有龙嗣，体质敏感，一发咳嗽，引发这红疹。皇兄，我真的不知道这医疗与龙涎香相克。皇兄，臣们是被冤枉的。你的一句不知，就能抵过险些害了朕的皇嗣吗？永安，朕对你太失望了。皇上，公主今日所为，僭越擅专在前，惊扰凤体，危及皇嗣在后。若再姑息，国法何存？请皇上严惩。皇上，5年前，臣妾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如今日盼夜盼，好不容易才盼来府中的皇子。皇上，是永安害了我们的孩子，皇上为何不惩罚他？这永安还小，朕日后定会好好说他的啊。5年前，你用那只猫害得皇后小产，那日，朕念你年纪小，不予追究。可你呢，不思反省，变本加厉，今日企图谋害朕来之不易的皇嗣。永安，
在你的心里，对这个皇兄，可还有半点敬畏？皇兄，我真的不知，你原谅我这一次。你不是一直最疼我的吗？阿爹，您看见了吗？您当年流的血，今日终于化成了他脸上的泪。他往后流的每一滴泪，都将是祭奠您的酒。永安公主，骄纵失德，今日险些害了朕的皇嗣。主，罚俸3年，公主府吃穿用度，一切事务裁减半数。今日起，招娣藏经100遍，为皇嗣祈福。今日起，抄地藏经100遍，为皇嗣祈福。皇上这次是真要挫他锋芒了？挫锋芒不够，我要他高楼坍塌，彻底覆灭。苏文玉，是你害我！你装模作样，你设计陷害我，你这个毒妇！你放肆！公主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刻我在触怒天颜，让猛兽发怒失控，只是拔掉他的爪牙，而我又抽掉他脚下的每一块砖石。带下去！1丈，公主的俸禄减了3年；5丈，公主府的用度砍去半数；10丈，她在皇上心中那份独一无二的纵容碎了；20丈，她众目睽睽之下尊严扫地；30丈，往后每一步都将是他的绝路。走吧。阿爹的利刃一休，但女儿的血就是心醉的风神。您看着这病人，此刻正一寸寸刺进仇人的心脏。娘娘让我问你，可还撑得住？要在这里。这30丈还压不垮奴婢，请回禀娘娘，地基已动，高楼将倾，奴婢刑不辱命。他罚我，皇兄罚我，他为了那个女人，他罚我！给我跪直了！谁要是敢低头，本宫抽了谁的脸！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饶命！你们的命值几个钱？在本宫眼里，你们就跟御兽园的野兽没有区别。再不听话，把你们统统丢去喂虎豹。反正你们也就是些2条腿的畜生罢了。楠楠，记住，这世上会有一些人把比自己弱小的人当作畜生，但我们绝不能把自己当畜生。
更不能把别人当畜生。阿爹，您教我不把人当畜生，可眼前这人正把活人当牲口践踏。殿下，请住手！蓝秋，你敢拦我？奴婢不敢。如今皇上正在气头上，皇后娘娘那边必然紧盯着你。您虐打下人，若是传出去，岂不给了皇后借题发挥的把柄？殿下，小不忍则乱大谋。滚！苏文云这个贱人敢设计陷害本宫，这口气本宫绝对咽不下。蓝秋，你说本宫现在该怎么办？皇后怀孕，圣眷正浓，此刻不宜硬碰。等她生下王子，这宫里哪还能有本宫的立足之地？本宫要让她胎死腹中。殿下是想……猫，他最怕猫。5年前一只死猫能让他小产，今日本宫便送给他一只活的。蓝秋，你不是会驯兽吗？去找这黑猫，要凶的，要野的。3日后的御花园，本宫要亲眼看见他摔下去，让那个孽种化成血水。果然选了这条路，可惜提线的人早已是我。永安妹妹，真巧啊！皇嫂，也不知怎的，本宫最近睡得极好，想是永安妹妹潜心抄经，福泽所致。永安妹妹，你这脸色怎么都这样差？难道是抄经累着了？永安妹妹，你若是让本宫不痛快，倒也罢了；可若是冲撞了腹中皇嗣，皇上知道了，可是会动怒的。得意吧，等你腹中这块肉化成血水，看你还能不能笑出来。起风了，回吧。都备好了吗？是，猫就在前头斩角花丛里。好，本宫要亲眼看着。公主殿下，你又要失望了。娘娘小心！娘娘小心！本宫的肚子好痛。苏文云，看你以后还怎么得意！娘娘，您可千万要撑住！夏荷，快去禀报皇上，传太医！哎呀，嫂嫂，这好端端的从哪里跑出来的野猫呀？您如今身子重，哪经得起这般折腾？永安，你的如意算盘又打翻了。3日后御花园，公主必会动手，奴婢会提前训好一只黑猫，让它冲向娘娘，但绝不会伤您分毫。届时娘娘只需受惊，做出不适之态，然后呢，皇上便会震怒，彻查。那只黑猫，奴婢会做手脚，让它最终逃回公主府，铁证如山，公主百口莫辩。皇后如何了？皇上，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伤到？臣妾腹中孩子痛得好厉害。快传太医！臣在。
臣叩见皇上。为皇后朕治快。皇上万幸，皇后娘娘凤体无碍，龙嗣脉象虽因惊扰略有浮动，但根基稳固，只需服安神汤药，好生静养即可。好，那就好。今日真是万幸。给朕查，那只黑猫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御花园里怎么会有这等野物？皇兄息怒，许是从哪里来的野猫？还好皇嫂福大命大。哎呦，皇上！那黑猫窜进了西边的竹林，奴才们跟着，眼见他跳进了公主府后院的墙洞。公主府？该死的畜生，这是要害死本宫！不是的，皇兄，这是诬陷，是有人故意要害我。你是说，皇后冒着滑胎的风险，自己放猫吓自己，为的就是诬陷你？皇上，那黑猫凶狠异常，只扑臣见面门。若是不能捉住幕后之人，臣妾与皇子日夜难安，臣台恐怕难保啊！听见没有？这是在危及皇嗣。不是的，皇兄，不是我，这是我府里的下人备主。我是……是他，是蓝秋，他懂得驯兽，一定是他心怀不轨。蓝秋，蓝秋，别怪本宫，必要时只能弃车保帅。皇上明鉴，奴婢一直跟在公主身边，寸步不离，如何能去驯猫？纵使奴婢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谋害皇嗣。皇上，蓝秋只是一个奴婢，焉有胆量不辞杀绝？但是猫入公主府是事实，为保宫中安宁，龙嗣平安，臣妾恳请皇上一查到底。好，武安，你告诉朕，那只黑猫到底是不是你安排的？看着朕的眼睛，说实话。皇兄，您这样问永安，那便是不信永安了。是有人故意诬陷我，你是我唯一的皇兄，你竟然不相信我！永安，朕给过你多少机会了？你跋扈，朕纵容；你逾矩，朕轻饶。甚至5年前皇后小产，朕明知道此事与你有关，朕还是相信你是无心之失。可如今呢？你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只黑猫的行径直指你公主府，要朕如何信你？要朕拿皇后和朕还未出生的孩儿的性命安危去赌吗？皇兄，您别这样，永安害怕。传旨，宫女蓝秋押入内廷司严审。永安公主禁足府内1月，无朕谕诏，不得出入。公主府一应事务暂停待查，待真相查处之后再行论处。皇兄，你要进永安的族吗？你连我们多年的兄妹情分都不顾了吗？永安呐，朕就是顾及咱们兄妹之情分，才纵容你。如今的胆大包天，才酿成今日之大祸。带下去！被锁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牢笼里，失去自由，
失去圣息，这种滋味，请您好好品尝，我的公主殿下。娘娘，今日之事，你受委屈了，但是这一步走得极好。娘娘运筹帷幄，奴婢只是依计行事。你助本宫稳固后卫，帮本宫拔除了永安这颗最扎眼的钉子，这份恩情本宫记下了。你想要什么赏赐？是金银，或是……本宫可以想办法让你提前出宫，换个新的身份，安稳度日。蓝秋，你这是做什么？娘娘如今身怀龙嗣，深得皇上的爱重和信任，奉仪所指，无有不从。奴婢斗胆，想求娘娘一件事。快起来说话。谢娘娘。求娘娘寻一个合适的时机，向皇上进言，废了宫中授戏之礼。授戏？宫中偶有举办，虽然粗俗，但也算是宗室的旧戏。皇上幼时也曾观看过，你为何执意要废除它？公主府的授戏根本不是戏，而是披着锦缎，想着锣鼓的炼狱。永安爱的不是驯兽之情，而是看猛兽撕咬活物时的血腥，和听那濒死的惨叫取乐。甚至有些所谓的班主，为了讨好贵胄，会专门从民间搜寻无依无靠的孩童，将他们训成兽孩，推入笼中与兽相搏，供人取乐。竟有此事！你快点！住手！都给我住手！人不能被当作畜生。哪来的大善人？秦山，你买回去养啊！对呀，就是啊，买啊！你买呀！买回去养啊！这捣乱！多少钱？哎呀，100斤，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没钱？哎呦，哎，你可还真有钱，真有钱！你穿的是啊，真有钱，还真能拿出100斤。你啥都回去值吗？等着吧，他肯定把这小畜生训练成更赚钱的玩意儿。100斤，老子亏大了。孩子，你记住，现在的世道会有一些人把比自己弱小的人当作畜生，但我们不要把自己当畜生，更不能把别人当畜生。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就是这样被从笼子里救出来的。救她的人花光了所有，只为把她从畜生变回人。那个恩人教她穿衣吃饭，教她识字明理，告诉她无论这世道多坏，自己心里得守着人的样子。可最后那个恩人却死在了另一场兽戏里，死在了贵人的笑声和猛兽的利齿下。披着人皮的未必是人，关在笼里的也未必是兽。这场戏早就该停了，不只要停，还要彻查严惩那些
以虐人为乐的败类。奴婢替无辜谢你，谢娘娘天恩。蓝秋，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让人恐惧，而是让即使再卑微的人也能活得像个人。你与你故事里的那位恩人，皆是至善、至友之辈。至于你，本宫会说服圣上，念在你伺候过永安公主，放你出去的。谢娘娘。不过什么？娘娘，永安生性多疑，奴婢若毫发无伤地从这内廷司走出去，他必起疑心。你的意思是，这出戏唱到底，奴婢身上必须带些行伤，越真越好，这样他才会相信必是受尽折磨，侥幸脱身。本宫明白了，你对自己这般狠心，本宫更要助你。只是这苦，得你自己受着。为达目的，奴婢甘之如饴。好，这些就交给本宫吧。不过有件事情你要明白，永安和皇上是血脉至亲，皇上可以剥夺他的一切，唯独不会取了他的性命。那毕竟是他心尖上的肉啊。娘娘，奴婢从未奢望过皇上会杀他。哦，屠刀太快，反而会便宜了厉鬼。我要看着他从云端跌落，看着他众叛亲离，在孤独和恐惧中慢慢腐烂。娘娘，杀一个人很容易，但要诛一颗早已腐烂的心，却需要足够的耐心。原来如此，你要的不是一击毙命，而是钝刀慢割。好一把慢刀啊！本宫会助你握稳这把慢刀。你故事中那个女孩最后如何了？她活下来了，带着恩人给她的那颗心，走进了一座更大的牢笼里。她想看看能不能砸烂它。从那个地方爬出来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撕碎一切的野兽。永安啊永安，你得罪的何止是一个宫女？内廷司的门，你竟能走出来？殿下，他们拷问你的时候，你都说了些什么？反复追问，猫是否受殿下指使？你怎么答？奴婢咬死了说，猫不是受奴婢驱使，更与殿下无关。他们能信？刑具加深，奴婢未曾开口，最后是皇上开了口。皇兄都说了些什么？皇上说暂无实据，又念奴婢这些年尽心伺候殿下，便让内廷司放了人。本宫就知道，皇兄是向着本宫的，只是碍于苏文云那个贱人在场，不得不做做样子罢了。你倒是个忠心的，刑具加深都未曾松口。那本宫为什么觉得，自从你来到本宫身边以后，诸事不顺？殿下疑心奴婢是招灾引祸的不祥之人，还是别有居心的背主之徒？奴婢若有异心，何须熬着剥皮拆骨的痛楚回来？殿下明鉴。
起来吧。只是本宫最近诸事不顺，心神不宁，看谁都起了疑心。苏文云那个贱人，在外面受尽荣宠，风光无限，而本宫却要被困在这方寸之地，本宫不服。蓝秋，明着斗不了，那我们就先做足样子，韬光养晦。外头的事情，尤其是凤仪宫，给本宫盯紧了。奴婢会替殿下看牢外面，殿下想要的样子，也定会传到该看的人眼里。蓝秋，你看这玉佩好看吗？回殿下，玉质莹润，雕工虽简，却灵动可爱，甚是好看。这是皇兄在我及笄那年亲手为我打磨的，花了足足3个月的时间，手指都磨破了。他说要一辈子把永安捧在手心里，护在羽翼下。可现在呢，他被苏文云那个贱人迷了心窍，把我关在这里。蓝秋，本宫现在就要见皇兄，你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让皇兄赶紧过来。殿下息怒，您如今在禁足中，若无皇上旨意，不得出宫门半步。奴婢只是卑微宫女，如何能见到皇上？那怎么办？难道本宫就要一直困在这里烂掉，让苏文云那个贱人得意？皇上最重旧情，若这玉佩能唤起皇上的旧情，可是本宫又出不去，皇兄如何能看到？殿下，您若信得过奴婢，可否将这玉佩暂交奴婢保管？奴婢寻个合适之机，让它出现在皇上必经之处。你务必办成此事，只要皇兄能来，本宫重赏你。永安，若你看到相似的玉佩出现在皇后身上，嫉妒会瘦成什么模样？皇后，朕听说你把蓝秋放了。是，臣妾命内廷司将他放了。为何？可是那黑猫之事……皇上，这几日臣妾见您政务繁忙，回宫后却依旧眉头深锁，时常对北境军报长吁短叹。臣妾知道您心中烦闷，所谓并非全是国事。北境匈奴屡屡犯边，这边关百姓苦不堪言。朝中武将，若是你兄长苏子池还在，何愁这边关之患？兄长若知皇上如此记挂，定也欣慰含笑九泉。不说这些了。你方才提到的永安，她是您的妹妹，是您在这世上仅存的至亲骨血。臣妾知道皇上重情，臣妾知道您有多为难。娘娘这感情牌打得极妙。臣妾可以不追求，臣妾只求往后能与永安妹妹能和平相处。让他莫要再惊扰臣妾腹中孩儿，臣妾什么都不争了，只求皇上能给臣妾和腹中孩子一个能安稳度日的机会。这，皇上，蓝秋是这些年来唯一能照料好公主的人，臣妾不想杀她，她留在公主身边，或许公主能少犯些错，这也算为皇上分忧了。是朕对不住你了，只怪臣妾福薄，护不住第一个孩子，如今战战兢兢，只希望
腹中的孩子能平平安安。朕答应你，朕的确不能没有永安，但是朕向你保证，从今以后定会护好你和孩子，给你们一个安稳的未来。谢皇上。皇上，便管800里加急奏报。先去处理政务，你好生歇着啊。娘娘，这是何物？奴婢为娘娘送来一份大礼。这是永安的玉佩。正是，皇上亲手所制，公主贴身佩戴，视若性命。你如何拿到的？公主想用玉佩换回皇上旧情，奴婢说可以想办法帮她呈递给皇上，她信了，便将玉佩交给奴婢。你打算如何用此物？奴婢脱下图样，请娘娘仿制一枚相似玉佩。相似，足以让永安公主认出来。你是要激怒她？公主若见到娘娘佩戴类似玉佩，必认定娘娘有意模仿挑衅。以她的性子，定会当场失控。届时，本后只需不慎被她冲撞。可是，仅凭一枚玉佩还不够吧？娘娘英明，所以奴婢在屏风后听闻皇上追思苏将军时，便想到了另一层。哦，娘娘佩戴这枚仿制玉佩，但对外宣称此乃苏将军留给您的遗物。好一个一箭双雕！本后佩戴兄长遗物，合情合理。他若因此失控，便是对忠烈不敬。娘娘圣明，1月后便是宫中踏青节，宗室女眷皆需出席。公主禁足多日，必会借机露面。踏青节是个好机会，但要引燃这场火，还差一味猛药。猛药？公主本就易怒，若再让她服些特定汤药，日积月累，便能将她心底那点火星养作一触即爆的雷。届时只需一点刺激，她便会理智尽失，当众癫狂。你是想让她服药？正是，但能让她乖乖张口喝药的人，唯有皇上。本宫明白了。万事俱备，只待踏青节，请君入瓮。皇兄，这玉佩，皇兄，可还记得他？您说过，永安是您的小兔儿，要一辈子护在羽翼下。如今永安知错了，永安真的知错了。皇兄，臣妹如今每日对着他抄经思过，只求皇兄莫要再生永安的气。朕记得，只要你真心悔过，你依旧是朕的妹妹。皇兄，臣妹一定真心悔过。朕听说太医给你开了静心凝神的药。回皇上，太医是开了药，可是公主殿下嫌药太苦，不肯服用。奴婢人微言轻，劝说无用。那药必须得喝，只有喝了药，你的心绪才能平静。朕再也不想看到你
失控伤己的模样。臣妹知道皇兄是为了我好，但那药实在太苦，永安喝不下。良药才苦口。拿来。谢皇兄。好好吃药，静心养性。真希望看到以前那个懂事的乖妹妹。皇兄放心，永安一定听话。你能如此，朕就放心了。等你禁足期满，情绪稳当，朕就许你参加1个月后的宫中踏青节，出去散散心。踏青节，皇兄您允许我参加，谢皇兄。但前提是你要按时吃药，静心抄经，莫要再惹是生非。臣妹谨记教诲，皇兄放心。那好，那朕先去忙政务，你好生养着。蓝秋，黑猫一事，朕念你照顾公主多年，就不再追究了。但你要给朕记住，好好的看好公主，督促她按时服药，静心养性。若是再让她任性妄为，生出事端，朕定拿你试问。奴婢遵旨。看到没，皇兄还是在乎我这个妹妹的。这次踏青节，本宫定要好好准备。是。踏青节，永安，你将在百花盛开之日奏响最后一曲挽歌。你看那边。要保重身体啊！趋炎附势的贱人，以前都是围着本宫转，如今都跑到苏文云那个贱人身边去。殿下息怒，他们敬畏的不过是权势，若非皇后，这独一份的荣耀本该只属于您的。属于我的，都被苏文云这个贱人给夺走了。地位、倚重、敬畏，还有独属于我长公主的尊荣。他戴的是什么？好像是一枚玉佩，看那大小形状，竟与皇上赐予您的那枚几乎一模一样。皇后娘娘她怎能如此？苏文云，你竟敢伪造皇兄独赐予我的玉佩！你是想告诉所有人，你与本宫平起平坐，甚至高我一头吗？赶紧把玉佩给我摘下来！永安妹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此乃本宫贴身之物。这就是你伪造本宫信物的罪证，赶紧摘下来，否则别怪本宫对你动手！你休要胡言！此乃本宫兄长遗物，与你无关，还敢狡辩！给我！碎得好，本宫倒要看看你还能拿出什么样的赝品出来招摇撞骗！你竟敢！那是本宫兄长的遗物，你是疯了！疯的那个人是你才对！用这种下作手段争宠，也配提你兄长？皇后还差一点。皇后娘娘，我们殿下性子最是光明磊落，眼里容不得半点虚妄。话要说得漂亮，刀子要递得顺手。区区一个奴婢，也敢在这口出狂言，那可是忠烈遗物啊！听见了吗？连本宫的奴婢都看出来了。苏文云，你少拿忠烈当幌子，你就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不要！
本宫就踩了，踩碎你这个贱人的念想，看你以后还拿什么出来恶心本宫！怒火烧到极致，才会焚尽理智。殿下，您看他到了此时还惺惺作态，护着那堆破烂，眼里哪有半分对您的敬畏？说不定他心里指不定在怎么嘲笑您呢。唯有让他彻底怕了，知道谁才是这宫里不能惹的主子，日后才不敢再耍这些手段。苏文云，本宫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谁才是这后宫里真正的金枝玉叶。皇上驾到！永安，你在干什么？永安，你干什么？皇后，你可还好？皇上，臣妾兄长的玉佩，永安妹妹她不由分说便抢了去，将它摔碎了。这可是兄长留给臣妾唯一的念想了。火已经点着了，现在只等一阵风。皇兄，你不要信他，这根本不是他兄长的遗物，他就是在骗你，是在蔑视我的威严。骗朕？你是说皇后用她战死沙场的兄长的遗物来骗朕？是，他就是见不得我好。这块玉佩肯定是他仿造的。皇上，苏家满门忠烈，兄长战死时仅此一物送还，如今竟被污蔑至此，兄长何以对不起你啊？这是苏将军的贴身遗物。永安，这2个字你可认得？若无苏将军当年死守边关，哪来的大业数年安宁？若无苏家儿郎血染沙场，哪来你在此作威作福？皇兄，你竟然为了一个死人，一块破玉如此骂我！你终于亲手把自己送上了那座名为忘恩负义、狂妄愚蠢的祭坛。他苏子池再能耐，不也已经是个死人了吗？难道在你心里，我这个活生生的妹妹，还比不上一个躺在坟里的臣子吗？对，就是这样，把你心里最肮脏、最狂妄的想法全都喊出来，让所有人都听听你这金枝玉叶的皮囊下藏着怎样冰冷恶毒的心。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说的是事实，他再好也是个死人了。皇兄，你怎么……看到了吗，阿爹？您听见这声音了吗？这只是开始，他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和屈辱，我要他100倍、1000倍的亲身尝尽。朕的包容，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一个不敬忠烈、无情无义的孽畜？皇兄，你打我！朕打的就是你！你骄纵跋扈，屡教不改，如今竟然敢公然抢夺随混忠烈遗物，污蔑功臣，身后清明。皇兄，你的眼里，除了你自己的那点威风，那点得失，可还有半点朝廷法度？可还有半分对为国捐躯者的敬畏之心？皇兄，我没有，我只是讨厌他，我讨厌他抢走你对我的关心。住口！朕不想再听你任何狡辩。你的讨厌可以让你践踏忠魂，侮辱英烈，谋害皇嗣。朕这些年对你的纵容，不是让你变成这等怪物。传朕旨意，永安公主
德行有亏，即日起褫夺封号，禁足1年。不，皇兄，我是你亲妹妹，我是大爷的长公主。苏纷云，是你害我！看，高台倾塌只需一瞬。永安，我亲手搭建的笼子，您可还喜欢？抬下去，即日移送。是。蓝秋，朕让你看顾公主，你就是这般看顾的。今日之祸，你难辞其咎。奴婢死罪，未能劝阻殿下，罪该万死。万死？好啊！皇上息怒，永安性子执拗，岂是一个奴婢拦得住的？若罚得太重，恐寒了宫人的心。不如派他去照顾永安妹妹，既全了主仆名分，又能赎罪，更能时刻提醒永安妹妹今日之过。皇上保重龙体。准了，若是以后还有差池，定饶不了你。谢皇上娘娘恩典。走。凭什么？本宫凭什么受这等屈辱？皇兄竟然为了那个贱人，当众掌掴本宫！蓝秋，是你对不对？如今闹成如此地步，是你一步一步设计陷害我。奴婢说有二心，天打雷劈。奴婢所言所行，哪一句不是顺着殿下的心意？若这也有错的话，奴婢今日便死在这里，也无话可说。那现在呢？现在皇兄厌弃了本宫，本宫该怎么办？永安啊，这场狩猎我已陪你走了99步，现在该走最后一步了。蓝秋，皇兄已经厌弃了我，我该怎么办？不该是这样的，本宫是长公主，是皇兄最疼的妹妹，如今却……血书，以血明志，皇兄见了血书，定会心软本宫。金枝玉叶的血，如今也只配用来书写摇尾乞怜的话。蓝秋，快去把此书送给皇兄。殿下，此事硬送血书，皇上只会当你以死相逼，恐更生厌恶。那本宫该怎么办？需等一个皇上最易动容的时刻。什么时刻？皇后说平安产子，再到满月宴，必是普天同庆。皇上最是高兴时，您这血书呈上，或能勾起兄妹旧情。你说的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谁能保证那孩子顺利出生以后，就一定能够长大？满月宴就是本宫最后翻身的时刻。殿下若想真正打动皇上，仅凭这血书或许还不够。那还需要什么？陛下重情，由衷往事患难之情。殿下可还记得您与皇上年少时相依的日子？自然记得。
那些无人知晓的冷暖，只有本宫与皇兄一同熬过。若皇上在满月宴上听到殿下提起往日艰辛，或许更能抽动他的心。皇兄，皇兄，你别不理我。你忘了，当年在天牢里面，只有我陪你挨饿受冻吗？帝王尊严，最恨被人看见罢。你每提一次往事，就是在天下人面前剥他一层皮。对，那些事情，皇兄从未忘过，他最念旧情。所以，殿下不妨在满月宴上当众诉说一二，越是细微往事，越见珍惜。你说的对，蓝秋，本宫要在所有人面前，让皇兄想起，他和本宫才是最亲近的人。满月宴，那将是你最盛大的葬礼。我以99部血债为契，终要在众人贺喜时让你复命。奴婢恭贺娘娘喜得灵儿。晚秋，快过来。这3个月，多亏你内外打点，护卫周全，本宫与皇子岂能如此安稳？娘娘洪福齐天，奴婢不敢居功。你不必谦虚，本宫心里清楚，若没有你一路上殚精竭虑，便没有本后的今日，更没有皇子的平安降生。奴婢今日前来道贺，还为另一件要事。这是何物？这是永安公主的血书，她欲以一血明志，求得皇上宽恕。你既得到此物，为何不直接毁掉？因为要在最恰当的时机，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请娘娘设法在满月宴前，将此血书呈给皇上。皇上重情，见此血书必会动摇，允他赴宴，而公主定会将此视为他最后的翻身之计。你是想让他自己跳出来？私下的怜悯只会反复复燃，我要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手碾碎帝王的尊严，皇上才会彻底斩乱旧情。你打算如何设局？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局，满月宴将是他此生最后一场盛装登台。好，蓝秋，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走了99步，这最后一步，本后与你同行。永安，你的血书，朕看了，字字泣血，朕也并非铁石心肠。殿下，皇上心软了，切记，只说情，莫提怨。若您记得的好，从眼前事物说起，最是自然。欢迎入去，殿下。这最后一步，我亲自送你走。这杏仁枣泥酥的香气，让陈梅想起了小的时候，皇兄染上了风寒，什么都吃不下。陈梅急得没办法，半夜只能偷偷跑去御膳房，求了管事嬷嬷好久，他才教会我这个。当时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泡，做出的点心也歪歪扭扭。皇兄那个时候却吃得干干净净，还说是有爱有孝心。难为你了，还记得这些。
拨浪鼓的声音可真好听，让永安想起了我小时候的那个，是皇兄亲手做给我的。是了，那个时候，朕能给妹妹的，也只有这点心思了。殿下，可以继续说那些患难岁月了。皇兄，你还记得冷宫里的那些日子吗？是谁陪着你一起挨饿受冻？是谁把最后剩下那半碗馊了的粥硬是让给您先喝？皇兄，你说过，那些苦，那些恨，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要牢牢记得，是谁把我们害成那般田地？天哪，他怎么敢大庭广众之下说这种话？永安，别说了。皇兄，那些年我们两个人就像阴沟里面的老鼠一般。记清楚，不能忘。哼，你记得可真清楚啊，永安，清楚到让朕觉得这20几年的兄妹之情就像一场笑话。皇兄，那好啊，那朕也让你记住，朕给你的是荣华，并不是让你把它喂成怨恨的毒药，再端到朕的面前来。你记得当年冷宫的骚饭，却忘了现在朕登基后给你的琼浆玉石；你记得当年的欺辱，却把它当成现在自己作恶的挡箭牌。不是这样的，皇兄，不是这样的。你心中无君无兄，心里满是积怨。你戕害皇嗣时，你的情分在哪里？你侮辱忠烈时，你的廉耻心又在哪里？今日，在你亲侄子的满月宴上，你当着众人的面撕扯皇室体面，这份亲情你又在哪儿？没有，我没有。皇上息怒，龙体要紧。妹妹，她许是疯魔了，才这般胡言乱语，扰了皇儿的吉日。永安恐怕真是疯癫了，这让颜面何在呀？皇兄，我只是想让你永远记得，蓝秋，是你这个贱婢，是你这个贱婢害我！皇兄，是他让我旧事重提，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殿下，奴婢只劝说您说些温馨往事，何曾让你提过半句冷宫怨对先帝是非啊？那些大逆之言，奴婢听着也是魂飞魄散。他让你说好，你偏说恶，歹毒的是你的本心。来人！不是这样的，皇兄，皇兄，我们小的时候，你说过永远都不会丢下我的，你说的。皇上，妹妹风正已深，满口妄言，惊扰了圣驾，更恐伤了皇子。皇室颜面不可再受损了。传旨下去，武安公主失德狂悖，怨对君亲，疯癫无状。即日起，贬为庶人，永进北宫。拖下去！好一个皇室体面，好一个皇室体面！走。阿爹，你看到了吗？他再也不能害人。皇上，奴婢斗胆恳请一事。说。公主殿下如今这般模样，身边若无人照料，只怕奴婢愿去北宫冷院，继续侍奉殿下。车永安这般对你，你还愿意去照顾他？殿下对奴婢终究有过恩情，如今他神志不清，奴婢实在于心不忍。你倒是有情有义，
石永安，对不住你了。谢皇上恩典。南秋，永安那边就辛苦你了。娘娘放心。是你？你是来看本宫笑话的？奴婢奉旨，来照顾殿下。照顾？本宫如今只是一个废人，何须你一个贱婢在这里假惺惺？殿下息怒。息怒？本宫乃是这大业的长公主，是天皇贵胄，他们凭什么管我？朕的永安是大业最尊贵的明珠。为什么？凭什么？是你，对不对？是你一直在害我，对不对？奴婢若是害你，何必自己来这冷宫？殿下，您省省吧，这里偏僻，您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的。况且冷宫也不是您最终的归宿，我知道你最后一个秘密，那才是让你万劫不复的催命符。永安终于到了，本宫那死去的孩儿，苏家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总算讨回了一点公道。娘娘，此时言声，恐为时尚早。啊！圣心难测，皇上与永安公主20余年兄妹之情，非同寻常。纵使如今震怒，可万一他哪一天又念起旧情，心一软，你是说那条毒蛇还有可能爬回来？不得不防。皇上始终舍不得杀他，一条藏在暗处，随时可能复仇反噬的毒蛇，比明处的猛虎更可怕。你可有什么办法？让他彻底消失，在他身上有一个足以让皇上对他彻底绝望的秘密。什么秘密？什么秘密？皇兄，你忘了吗？你能登上太子之位，是永安帮你把那个平阳子嫡子掐断切了。原来如此，难怪皇上对他纵容至此。原来不仅是兄妹，更是共犯。是啊，能默许甚至依赖妹妹行此事幼之事，皇上对永安的纵容，与其说是情分，不如说是对共谋者的封口与捆绑。他们本质上是同类。不错，都是狠毒无情之辈。当初永安害本宫流产，皇上可曾为本宫，为了未出世的孩子，责怪过永安半分？永安打压我苏家，皇上可曾为苏家主持过公道？本宫对他早已心寒至极。皇上此人自私寡恩，只可利用，不可依托。好在本后有皇子，有苏家，即便是皇后之位不稳，将来太后之位，本宫势在必得。待环儿再长大些，本后当垂帘听政。娘娘圣明，不过眼下当务之急
是彻底除去永安这个变数。你打算让本宫如何做？让皇上去冷宫探望永安。你是想要永安当着皇上的面，亲口说出那个秘密？一个随时可能泄露他最大秘密的妹妹，将是他帝王生涯最大的噩梦。好，放手去做。殿下，奴婢听闻皇上已在为你物色驸马。什么？我不嫁人，本宫乃是这大业的长公主，生是皇家人，死是皇家鬼。永安，皇兄，你不能这么对永安，永安不要嫁人。皇兄，你忘了是谁帮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吗？当年太后的嫡长子还没有断气，是永安帮你捂住了他的口鼻，让他咽气的。你疯魔至此，竟敢编造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我没有编造，皇兄，你明明都知道的，你说过你会一直护着我的。你闭嘴！朕看你是疯了，疯得无可救药。皇上，奴婢斗胆，恳请皇上听奴婢一言。你，皇上，奴婢自知今日听了不该听的话，皇上要杀奴婢灭口，奴婢绝无怨言。只是，皇上，公主今日能当着奴婢的面说出，他日也定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说出。皇上，舍得连公主殿下一并处置？奴婢或有一法，可解皇上之忧。说。送公主殿下远嫁和亲，却那消息难以传回的匈奴，由奴婢贴身陪嫁。如此一来，知晓秘密的人离开了，公主即便在匈奴因怨愤说了什么，皇上亦可斥之为蛮夷离间、血口喷人。只要我大业臣民不信，皇上的皇位依旧稳固。如今边境烽火四起，和亲亦能换来两国和平。你一深宫女子，竟能够思虑至此？奴婢见识浅薄，只是听多了边关战事惨烈，不忍生灵涂炭。公主若能以一己之身换取边境安宁，于她亦是功德。好，就依你所言，送永安去和亲，一切事宜就交由你和皇后暗中操办。谢皇上。只是公主如今心绪不稳，若送亲场面宏大，恐生变故，不如由奴婢明日清晨悄然陪公主启程。皇上不宜露面送行，以免公主情绪激动。准奏，你务必护她周全，直至抵达匈奴。奴婢遵旨。阿爹，女儿步步为营，终于得偿所愿。女儿离您的公道又近了一步，离您教的人子也是。蓝秋，
蓝秋，你当真执意要去匈奴吗？奴婢的仇是家恨，而边境烽火却是国忧。如今家恨已了，若能以此身为国再出一份力，死亦无憾。好一个家恨已了，再为国忧。蓝秋，本宫代苏家、代将士们、代大燕的百姓，感谢你的恩情。娘娘不可。蓝秋，你此去务必多保重。本宫在此立誓，史册上必定不会埋没你今日的功绩。奴婢愧受，就此拜别娘娘，愿娘娘与殿下安康。保重，望你终有归期。蓝秋，你刚刚都跟皇兄说了些什么？是不是你怂恿皇兄逼着我去嫁人的？贱婢，你要干什么？我想让你尝尝从云端跌进泥里的滋味。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从你被贬为庶人到明日远嫁匈奴，这条路是我亲手为你铺。是你？我不可能！一个贱婢，你凭什么？贱婢？我不叫蓝秋，我叫阿南。4年前死在你手里的驯兽师林远山，他是我爹。好，精彩，这才叫受戏嘛！林远山？哪个林远山？死在本宫手里的贱民多了，难道本宫个个都要记得？是，你当然不记得。在你眼里，他们只不过是为你取乐的玩意儿，是随时可以碾死的虫蚁。可你知道吗？那个你转眼就忘的小人物，他是我的全部。他散尽家财，只为救我。他教我识字明理，教我兽性人心。他给了我一个家，虽然清贫，但却有奢饭，有笑声。而你呢？你看了一出好戏，我爹就成了虎口下的碎肉。我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家，半天之内被你毁得干干净净。那又如何？贱民的命，生来就是给本宫取乐。那你的命又高贵在哪里啊？就因为你生在帝王家，就能够随意夺走别人真实的一切吗？我从枯井里爬出来，走到你面前，等的就是今天。
我要看你众叛亲离，像丧家之犬一样被送去和亲。血书，踏青节的玉佩，还有满月宴，是你。都是你和苏文云那个贱人一步一步的设局害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可惜晚了。皇兄救我！你省省，在这冷宫的最深处，连只老鼠都不愿多待，你就算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到。你那个好皇兄啊，他早已不要你了。哼，是你这个贱人害我，皇兄才会不要我。不是你这个毒妇贱人！这是什么？是你准备的毒药，对不对？你要毒死我？毒死你？你想多了。不必多说。本宫就算是死，也不会落在你手里，是你欺辱。到底是什么？是驯兽人世代相传的秘药，专为驯化兽骸所用，日复一日服用，会让人骨切变形，体生毛纵，喉舌僵硬，最终忘却人言，止于兽毫。你骗我！我没想给你吃，这是我的药，我本想留着，提醒自己从哪里爬出来，又走到了哪里。是你自己非要抢过去吃。永安，你知道吗？当年你最爱在兽院看戏，那些被推进笼子里的兽骸，他们吃的就是这种药。我没有杀你，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变成了你最爱看的那种戏。阿爹，您看到了吗？女儿没有脏了自己的手，可这世间的公道，有时候她会自己找上门来。从今往后，世上再无滥情，我将以永安公主之名，赴匈奴和亲。若这副身子能抵几年风火，让世间少几个如我一般的孤女，这条路便不算白走。后来，兰秋成为匈奴大妃，诞下一子。匈奴王驾崩后，她被尊为太后。与此同时，大业皇帝暴毙，皇后苏文云垂帘听政，成为太后。一南一北，两位太后遥相呼应，开通商贸，再无战争。